我知道，其实你根本不相信最终的决战地点是在海风口。可是我没有证据证实我的猜想，所以这一次你就选择了沉默。不，我选择一半相信领导，一半选择等待意外的到来。报告，营长，已经通知杨茂林，特战队从现在开始，核心任务就是寻找吴大洲。步兵第1战队现在在哪儿？在丁格化肥厂，正会合江胜强营长，一同围攻海风口。命令步兵第1战队原地待命，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江营长。是。报一下空中突击队现在位置。是。报告，3架武直10和3架运输直升机均停在我们以前设定好的位置，原丁格中学操场。这个位置太危险了。胡参谋到。命令空中突击队3架运输机转移到丁格化肥厂，与第1战斗群会合后再行伪装。鸡蛋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是。空突分队，3架运输直升机转移到丁格镇化肥厂。3架运输直升机。虽然我相信你的直觉，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，现在所有的信息手段依然坚定地锁定海风口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我的直觉了？你的数据呢？相信你的直觉也是经过了多次数据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。我说过很多次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不希望你是支持我的那个人，因为只有你的质疑和反对，才能让我有更缜密的思考。那好，郭营长，如果我们最后的决战地真的是在海风口，那么我们御风营就只有2支步兵战队在现场，是不是有点不大完美呢？如果真在海风口，只要胜利属于396旅，攻城不必在我。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，目前红军从各个方位的火力、兵力都在向海风口方向汇结。同时，据我方信息侦查、交织平台探查，疑似396旅指挥机构及至少2个营级指挥机构以及相关的细期作战力量，都在向海风口移动。就目前的态势而言，包围圈基本形成。好极了，决战的战场这算是摆下了。附近的村民都已经搬迁了，只剩下没来得及拆的房屋。可以预感，这场巷战很激烈。激烈好啊，多好玩啊！不激烈，哪里有决战的味道？是。报告。起来。报告连长，红军先头部队在炮火配合下，从我正面发起打击，南北两侧正在集结。好，按照原定计划，把咱们所有的部队全部压上去，他们来的人越多越好。是。许连军、郭子健、江胜强，来吧，统统都过来吧，让你们看看我狄云峰压箱底儿的宝贝究竟有多厉害。
真没想到啊，在咱们近40年没有参加过真正战争的部队里，能有这样的兵，这样的意识。是啊，虽然现在进入了信息化作战的时代，但是我们的步兵依旧是一支有顽强作战能力的队伍。是的，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我们不期待战争的到来，但是必须要做好时刻保卫国家的准备。能有这样的中国军人是战无不胜的。是啊，有这样的中国军队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什么都不需要，我们只想看看这仗怎么打。正面进攻的是御风营的2支战队，北面是我们临时收纳的人员，正在路上；南面是江胜强的部队，应该马上也会赶到。这东面是大海，我们不会逼着敌人锋去跳海吧？报告，飓风营与南侧蓝军交火。按照这个趋势打下去，中午饭前应该战斗就能结束了。如果敌营锋没有藏着后手，可以这么判断。打得这么惨烈，南军连禁卫军都顶上来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手了。是啊，旅长，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能收割胜利的果实了。特战队，从他们的装备身手看，他们根本不是特战队，难以他们。传令，向丁格化肥厂集结。是。所有特战排队员，听我命令，马上撤离，向丁格化肥厂集结。队长，已经查清。正面的敌人是御风营的战队，火力很猛，巷战很激烈。另外2路红军战车距离海风口不到20分钟车程。目标是否收集齐全？目前红军各作战部队的固定目标点已基本确定，但刚才几辆特种车辆撤离战场。这个方向？对。启动第3套密语，收到命令，立刻激活预备队。是。把这个区域放大5个。报告营长，御风营来电，原计划与我军一同进攻海风口的御风营第1战队，现在临时改变计划，留守化肥厂。留守化肥厂。五大洲的特战队突然人间蒸发，郭子健离为首也是应该的。既然郭子健把立大功的机会让给咱们，咱们也别客气。我建议立刻出发，直奔蓝军指挥中心，第一个抓住狄云峰。狄云峰不会那么轻易被抓，
他已经被逼上绝路，说不定会使出什么狠招。难道咱们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？不。命令，向敌御风指挥部全速前进，但是营指和应急小分队和大部队拉开距离。是，马上传达。各连注意，各连注意，全速前进，全速前进。巡飞弹发射准备完毕，目标确认完毕。项目是否有漏项？目前396旅作战装备我们都有立体视图，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快速确认。听我命令，除于我方焦灼的作战装备之外，剩下的火力全力打击红方的战车。巡飞弹，老营长，你真是有眼福啊！这是陆军的新家伙，秘籍非常的高，没想到这次演习派上用场了。396旅待遇不低啊！爸，这导弹有什么讲究吗？您怎么这么激动啊？这是察打一体自杀式无人机导弹。那不还是个导弹吗？不，那不是普通的导弹。导弹在空中是不会滞留的，但是无人机会。导弹与无人机一旦有机统一，那就是一种能够改变陆军作战模式的一种武器。老营长，您对新式武器颇有研究啊。我也是在一次航展上受到的启发，然后我马上联系了有关专家，我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涉足很深了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在生产环节还没有更大的投入。但是您发现了商机，商机是一方面，战机也是一方面。是啊，老营长，您的目光真是太敏锐了。我相信这款巡飞弹，即便不是你的产品，里边也倾注了您的心血。看，巡飞弹马上就要发威了，打击开始。说，蓝针正在发送信息，但是暂时无法破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密语今天第一次出现。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，命令杨茂林、曾慕涵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。是。队长，外围的红军已经基本清除，但与我们搅在一起的红军，逼近速度太快，顶不住了。许灵军还没走吧？当然，他正等着抓您的俘虏呢。命令，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，炮火覆盖。队长，那我们不就光荣了？您说的没错，那我们就光荣了。可是我倒觉得，这个光荣很光荣。
传我命令，命令所有蓝军的官兵齐声高喊：向我开炮！战友们呐，咱们呐，一定要让这个许令君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！是啊！报告，御风营杨红发来紧急电报，提示离职，马上转移。报告，御风营无人机组发来报告，我2路行进部队遭蓝军巡飞弹导弹打击，全部装备无一幸免。巡飞弹，不好，敌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马上转移，马上转移！完了。 这个狄云峰难打难缠，难琢磨。这后面的仗，只能靠郭子健那半个营了。还有机会。查清楚了，蓝军预备队是整整1个远程火箭炮营，还有1个巡飞弹发射分队。 我方无人机已锁定其位置。这么大手笔！此次打击我们损失了整整2个战队，还有3架5之10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如果刚才不是你及时转移走了3架运输直升机的话，那我们的空突分队就直接报销了。这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蓝军预备队是不是只有这1个远火营？ 既然他们可以打出玉石俱焚的牌，那就说明他们手上的牌不仅仅是这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等一等导演部的指令。如果在我们打击蓝军远程炮兵之后，演习结束，那说明狄云峰导演的是同归于尽的绝唱。没错，如果导演部的指令战斗还在继续，那我们就要尽快把对手找出来，或者被对手先找到我们。完全正确。 首长，彻底服了。你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推断，完全应验。那你说说，怎么个应验法？很明显，狄云峰主动办禅，从而引诱许灵军来做螳螂。哪知狄云峰还有后手，关键时刻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这样看，远火营应该是他的后手，只不过。 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还是红军笑到了最后。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？郭子健手里还拿着弹弓呢，瞧，无人机把炮兵阵地报销了。哼哼，你这个判断，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。 你最多只能得6分。首长，演习这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难道你手里还有别的弹弓？刘局长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想想看，蓝军的特战队到哪里去了？这仗打的真憋屈。 营长，得亏你反应快，营指挥部起码是保住了。有什么用？就剩1个应急小分队。你也别窝火，
他们就是瞅准了自己亲自当俘虏的价值，引我们上钩，想把我们一锅端了。咱们旅长这么精明，还不是打红了眼吗？再说，全军上下还没有一个人抓到过狄云峰呢。走，薛号飞长，和御风营第1战队会合。是。报告，我方仅剩的第1步兵连遭遇打击，不过幸好江营长带着应急小队及时赶到，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导演部给出来的战损报告是40%。马上查打击手段。是。曾默涵报告，是蓝军特战队的突击小组。蓝军果然还有战力，抓紧找出蓝军最新指挥所，让曾默涵配合江胜强作战。是。杨茂林报告，蓝军特战队打完即撤，不接触不对抗，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而且猫鼠游戏来了。发现异常信号。这段信号出现的频率很低，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但是从今天起，却突然开始频繁出现，而且出现的时段与围攻海风口的时段异常吻合，这才会被捕捉。信号源位置，离海岸15公里处，赵云岛。查。是。排长，前面一览无余，没什么发现。从他们的行动轨迹看，只能是这个方向。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排长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云雀，听到请回答。云雀收到。后方有无情况？后方一切正常，后方一切正常。继续向前海滩方向搜索。排长，这路上没修草痕迹。作战靴的痕迹。看来蓝军就是从这里撤退的，走前海水落潮，所以才留下了作战靴的痕迹。马上报告指挥部。是。报告，特战排杨排长发来信息，发现蓝军向海路撤离的痕迹。我这里也发现一些线索。张云岛上有一个行政村，那里的村民多数以打鱼为生。多年之前，有一个房地产商把海岛盘了下来，开始了大规模开发。后来查出来是违建，手续严重不全，很多建筑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拆除。建筑情况？多数都是烂尾状态，但是少数已经建成。街道环境呢？基本成型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城市作战的天然地域。加上夺岛的整个计划，我估计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蓝军总部。但是狄云峰已经牺牲退出演习了。如果这里是蓝军指挥中心的话，那么到底是谁在行使指挥权呢？难道是龙远山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龙旅长对我太过了解，所以我想对余下的指挥权做出调整。不要告诉我你想学狄云峰。曾慕涵，把通话交给江营长。是。我是江胜强。按照演习预案，上级指挥员阵亡后，由我行使指挥权。我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做好接管御风营军事指挥的一切准备。梁峰今晚会与你会合。我最后下达的作战任务，为保密起见，他会当面向你转达。目前任务做好履职前的一切准备。郭子健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家，御风营就暂时交给你了。
我们距离出海口还有最后2公里。没想到郭营长会把最后的指挥权交给你。他信任我们，我们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报告副队长，我特战队各分队都已从不同地点离岸登岛，队长命令我们立即出发。好，马上出发，周引导。有3辆车正向我方驶来。离紧隐蔽，准备打击，去。我们被拦截了，这里交给我，我掩护你们撤离。命令特战队做好渡海登岛作战的一切准备。命令运输直升机编队随时准备起飞作战。命令无人机编队严密配合，确保精确出击。命令电抗分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信息。同时，一旦前方发回精确坐标，按急用急插模式，协调海空力量跟进打击。明白。你已经牺牲了。没错，但像这样牺牲，值了。立刻撤离，行动！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江胜强，这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吗？第一，作为飓风营的营长，江胜强完全有这个能力。第二，龙远山对我过于了解，而江胜强的作战风格跟我大不相同，临时变阵有利于扰乱龙远山的决策。第三，前线敌情很细，而且接近尾声，我需要靠前指挥。第四，作为老对手，江胜强很明白我的作战意图，加上你的配合，可保万无一失。答案满意吗？吴参谋，准备。不，还有一点你漏了说了，就是你自己手痒了。嘿嘿，我承认，但这是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做的决定，并不只为自己过瘾。今天晚上的天气非常不好，浪头很大，你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我会注意安全。
么来着？还是一线痛快。今天我们就玩个痛快。好。报告，距离赵云岛还有5公里，原计划不变，继续往晨曦岛飞行。是。荣旅长，雷达发现有3架直升机向晨曦岛方向飞去。知道了，密切关注。是。营长，已经飞过赵云岛5公里。所有人，检查装备，准备起降。飞行员注意，全船队晨曦岛的例行侦察之后，要继续完成对赵云岛的侦察流程。可以使用照明弹，但不能过于靠近。是。1分钟跳水准备。已经统计，全员到齐。同志们，这一仗的胜败关键就看我们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这里离赵云岛蓝军指挥所只有2公里，你们能不能行？能。放心吧，营长，这样距离没问题。好，今晚有风浪，注意队形，如果有不行的，立马就说。没有。出发！是。报告，据侦查，3架直升机对晨曦岛完成搜索后，向赵云岛方向飞来。直升机的侦察虽然是走马观花，但也要注意防空，以防意外。是。与各大机手段进行链接，只要他们把坐标发送过来，立即实施打击。链接已完成，随时可以进行打击。明火，到，一会儿你们俩从我左右2侧奔跑，注意奔倒之后要侦查南军的海岸布防。是，明火，你主要任务是要编辑和收集信息，并发送给指挥部。营长，我呀，对，开火之后，无论我和杨茂林怎么打，你都不要乱。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目标点发送给指挥部，记住了吗？明白。您是见过血的作战队员了。别丢人啊！营长，我那是高兴了。这套设备也有金右脚的心血，希望吴东顺能够保你马到成功。放心，营长，不让他丢人。老总，到，飞行无人机带够没有？放心吧，营长，带够了。好，所有人出发。是。洪旅长，还是没有找到对方的指挥位置，比较狡猾。傍晚那次突袭虽然打掉了他们一小部分的步兵兵力，但是那些心智兵种不太好抓。刚才报告说，红军来了3架直升机，对，飞了一下又回去了。
马上调出刚才3架直升机的雷达图像。是。这是3架运输直升机。对，他们的武职已经被打下来了，所以他们就干脆来了一个将计就计，瞒天过海。吴大洲，他们已经过来了。命令：攻击无人机起飞，目标朝云岛。是，攻击无人机起飞，目标朝云岛。报告，目标还没有拿到，没有办法进行精准打击。郭子健，我需要你的坐标。海滩发现红军的踪迹了，这么快？即便他们渡海成功了，也没剩多少兵力。我算了一下，郭子健手里除了一些技术兵种，最多就剩一个特战排，其余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展。我这儿还有半个特战营的兵力，足够了。到了这儿，我们是主场，只要严密封锁他的支援力量。放心吧，这个地方他那几十个人，困都困死他。去吧。是。朱参谋到。命令我最后预留的超远程打击力量，全部瞄准红军有可能出现的海面支援力量，无论是船只还是战车，只要靠近朝云岛5公里的，全部毁灭。是。郭子健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以后注意，关键时候哪怕牺牲，也要保护好东北虎。米欢明白。东北虎注意，交战之后，目标会接地显现，注意收集并传送坐标。东北虎明白。各小组注意，保持距离，相互支援。收到。行动。报告。讲。海空及远程支援火力均已到位，提供目标即可实施打击。再等等。是。3号目标确认完毕，加上4号目标。
要有力气。